很多人来铜仁都是为了梵净山，我既然到了铜仁，不来梵净山怎么都说不过去了。我想我的观众肯定是要看看我的感受有什么不一样，那自然我的 vlog 一定不是那种流水账，即使这个如此有名的山已经有无数人拍过，我的视频也一样包你看到的物有所值。所以我就带大家来一次全程的旅游，介绍一下我眼里的梵净山到底怎么样。这去景区的路啊是真好看啊，这典型的贵州的路况。在进入景区的路上，你已经能开始享受风景了。贵州的山自然没得说。不过今天好像没什么人啊，我订票的时候就看到人不太多。哎呀，旁边这个山是真好，还没到就看到风景不错了。我现在准备去换票。还行，不是特别多的人。我看他们穿的都不太多呀。好像就怕被晒，好像不怕被冻着。吓唬我呢，而且穿短裤的都来了。一开始我听说山上会冷，还带了棉衣，可到了山下，发现好像穿的都挺清凉，棉衣可能白带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其实7、8月带一个冲锋衣就可以了。没带厚衣服，就我带了。你鞋身上买的吗？对啊。鞋身上是已经买错了，买成140的锁的票了，你看一下。200的。你现在你把那个店家翻出来，你给我看，我给你看一下啊。怎么啦？他鞋子没票，是不是没票？我给你看一下啊。这个可以了。检票才发现票买错了，原来这里有东门和西门。不过很快他们让我退了票，重新又买了新的，服务倒还算是很周到的。不过原来200块钱的门票，现在变成了全程摆渡车加缆车300多了，这票价有一说一啊，真的是不便宜。这比我一个人开车去一趟优胜美地还贵。我用优胜美地和这里比有点不公平啊，不过单说这价格，拿一个普通收入的中国人和普通收入的美国人一比较，旅游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一个奢侈品，而且人家那个价格还是以车为单位的，你即使一车拉6个人也是一个价格，你们自己品味。你现在买今天的，然后填你的名字跟信息，但是不要填错了啊！填好了就往这边走。你好，无人机这边是禁飞的，请去游客中心那边看一下。啊？无人机这边是禁飞的，请去游客中心。无人机不让带，不让带就得放回去。哎呀，正好清点东西。无所谓了。你摸到这里了，我明天安检的时候直接让我把无人机拿出寄存了，不让带。好吧，我就直接回去把带的棉衣一起放下，不拿了。对于不能飞无人机，我倒是能理解。于我而言，就是少了点素材。不过对于景区来说，那可就是少了一个飞行大师给他们宣传的机会。不过人家好像也不在乎。这环境是真不错。要是山上流下来的水，清的，比那河水还清。这好的，这得到下游游个泳，看着都能喝似的。这么大个排放，哦，不是排放，不是排放，错了。大门，今天人是真不多呀。反正我看他们的视频，人实在是我买票的时候，周一也是一个
也不是特别紧张，所以以后你们要来的话，尽量选择周一，人少一点。不过这个铜仁是真热，我是纯纯的出来减肥的。这个琉璃瓦还是很好看的，非常的清朝。我走这边。哎，还挺好看。自然保护区。我觉得我是有什么毛病，一看到这种河水就想跳下去。是真的跟我们以前那个住的地方的河水是一样的清。好了，坐大巴。先干嘛，帅哥？坐吗？可以。啊！哎呀，看我胖啊，让我坐前面。上得去，上得去。哎呦！先坐好。哎呀！这边上一点啊。哎呦 ，sorry， 胖还挺有好处。接下来就是漫长刺激的摆渡车的行程了。这个车行驶了差不多20多分钟，路过了树林、峡谷、小溪，完全就是顶级森林公园的景致，可以说全部都是绝佳的风景。天天在这开车都是属于老司机都是。你看这么窄的路，我可错不了车，看着就害怕。啊，不过这里环境真是一级棒。嚯，真不错。我甚至觉得坐车这么快的经过这里，其实有点过于浪费了。即使没有梵净山上那几块大石头，这也绝对可以形成一个独立的景致。但路途太远，真的要走的话，那大多数游客估计难以在1天内完成景区的游览。可很多游客去黄山、去张家界，不都是可以住在景区吗？这个景区或许有自己的什么原因，我只是觉得景色被浪费了。太巧了。在行驶了接近半个小时的路程后，开始了排队坐缆车。官方说这一部分时间要20分钟。你们看到的还是周一，人已经不算多了。如果法定假日，这里排队人的密度可能会更大。反正我是掐了一下时间，还真是20分钟。但是在这个缆车的另外一边，你可以选择完全爬山上行，那条路就是准备给爬山爱好者的，这就不是我这期的主要内容。为了保护景区的消防安全，火种及易燃易爆危险品是严禁带入景区的。景区门口可统一收集。坐上缆车后，自然就是完全享受风光的时间了。这大概就是从高处观看贵州最原始森林的最好方式了。如果天气晴朗，这段缆车的风光的确让人心旷神怡。这段行程差不多也要20多分钟。一旦发现火灾，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，消防安全讲究。秩序是最美的音符。路的日常检查维护工作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电话报警。如有火灾，要对警方冷静有序疏散，不要贪恋。耳朵有点这是我您带好随身物品，照顾好身边的老人、儿童及残障人士，做好下车准备。吊箱门自动打开后，请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
下，会有秩序地迅速下车。好了，到了无聊的爬山时间，这里海拔已经2000多米了，所以对于生活在低海拔的人来说，爬这里的距离并不是特别难的事儿，高反也不至于，主要还是要应对一下轻微的缺氧。反正什么人在这里都要大喘气，体力好的30分钟可能就能到蘑菇石，体力不好的慢慢爬1个小时怎么也到了。今天人真不算多。章鱼小丸子，这边有各种饮料，有天票、麦豆、微可乐、黑葡茶、蒜饮。头看到低了。这也是的嘛，是在哪里肯定晓得噻。这里你就没有什么心情看风景了，全是树林，偶尔能看一些山，基本上就是一路低头爬。还有滑竿，来做滑竿。滑竿多少钱？不做，采访一下，滑竿多少钱？你要啊？滑竿多少钱？看体重收费。你看我多少钱？看你就是1000多块。1080。你就不让我做呗？1080。哎，那我也来干这个。来呀！当然，爬山也有有趣的事儿。你看这位一看就是常爬山，别人都大喘气，他还有精力掏出手机看股票。开始吃饭。还有这位大妈，儿子媳妇儿都在旁边空手爬，却让她来背着孙子爬了好长一段。我还夸赞了一下这位老人的体力好，他也引来了很多人的围观。我不爱揣测别人家到底什么情况啊，反正看着就是很奇怪。来吧，走吧。你们带小孩不可以嘛？最优惠了嘛。多少钱？啊，300，这个要嘛200。咱们下班睡觉喽。哎呀，可以。下班睡觉喽。这体力真好。下班睡觉。你要喝水就等慢慢上来啊。还行，不是很高，可能就是海拔高了点，大家看不住。还要走一走。终于上山了，今天算是运气很好，气温不热不冷，没雨，就是你们眼前看到的，偶尔有云飘过。对面的红云金顶也是忽隐忽现。总之，7月来这里应该是最舒服的季节了吧？但是我又要说但是了，虽然这个景色绝对属于少见的那种，但不知道是照片视频看多了，还是这里本身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壮观，只能说是奇丽。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优胜美地的时候，车还没到景区，远远的看到那个酋长岩就已经惊得激动不已了。你们别怪我吹毛求疵啊，这大概就是吃过细粮的感受。山顶上看见那个石头。
我就顺势继续往老金顶继续爬。之所以来这个景区呢，看风景其实是其次，爬山才是正事儿。你有精力爬完老金顶，还要预约爬一下那边的红云金顶。不过我对爬山这种事儿并不执着，就放弃了。往老金顶的山路又要爬20-30分钟，在这里主要就是看这些奇形怪状的岩石和在这些岩石中穿行。梵净山的地质基体非常古老，主体地层形成于7.8亿年前的新远古代。它和周边广阔的喀斯特地貌不同，梵净山是一座非喀斯特山体，主要是由古老的变质岩和浅变质沉积岩构成。这种地质差异使其生态系统独具特色，以渐层状变质沉积岩侵蚀地貌为最为典型，形成了金顶等奇特山峰。此外，还有变质岩浆地貌和河流侵蚀地貌，同时构成了壮丽的景观。显著的垂直高差也造就了独特的垂直气候带和地貌特征。还行，看来可以爬到顶上。这个景点可以经常来，因为可以健身。哎呀，这怎么拍呀？哇，这过瘾！中国的山都是这样，不给你整点难度，你就觉得钱白花了。下着雨呢，我。哎呦，爬了一半了吧？哼，继续，哪有半途而废之说？那就是铁锈，你不铁就补的这个铁。我都恶心，闻一下就恶心，老恶心。大师啊！上哪就是吃完饭抓个铁链子闻一闻。道路通畅，小心行走，注意安全。国家级保护区内播送一份文物保护。严禁赠客乱画。加油！快到了。这景色再好，没时间看呀，没精力看。到顶了，居然下起雨了。哎呀，对不对啊？今天任务算是完成了。有点遗憾吧，没看到。对，这是老金顶，所以上来啥也没有。这没有庙，就是个祠堂大小的。姓多少？啊，不是大槐，不是这个槐。那先来，我在河边呢。又爬了将近30分钟，经过这里最奇特的地质地段，终于爬到了山顶。为什么说这个景点就是为了登山爱好者准备的呢？因为你即使到了山顶，看到的景色和在蘑菇石看到的也差不太多，只是多爬了一段更陡峭的山路而已。山上这个小庙在我看来可能根本算不上可以欣赏的景点，而且你上去大多看到都是这样的雾气。王爷子，这边过去了你。说实话吧，没有什么看的，就是看云海呗。你说多好看也不是，主要是挑战一下，能爬上来。然后中间路上那个
保区里面真的挺漂亮，又不让进去，挺遗憾。太仙儿了。到了中午，山上已经挤满了人，我一看到人群就犯晕，加上疲惫，下山的愿望比上山的期待还要强烈。下山基本上就是原路返回了。你看人家上山，就跟他爬着玩似的。我们要把这车你们也掉。堵车了。你看这飞机就拍过去，6块。我说有这样子把你腿拍得好看。你说你非穿这种衣服来爬山吗？哎，老公。哦，这下午这2点多，人更多了。谁要来以后早上来？是最高的那个脚的那个石头噻，你走深了比了吧？你走在高台的噻。下山，今天下午有雷阵雨，旅游旺季所到难免会排长队。人太多了，你要让我自己来，我肯定就不来了。好了，现在就到了总结时间了。梵净山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，放在贵州这个景色奇多的省份，也绝对能和黄果树、小七孔这样的头牌一较高下。所以来贵州多半还是要来一下的。但这里我还是要说一下，相对于这里的景色，全程摆渡车和缆车上山要300多块钱，还是有些贵了。这个价格比上一趟张家界还贵。我看本地人都没有什么优惠，大概率还是因为这几年太火了，景区不愁客源的缘故。还有就是体验问题，我开始说了，上山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很好的风景，但现在处于一种完全没有开发的状态。游客花了大把的门票，被摆渡车快速的带过了那些美景，又快速的被缆车带上了山，然后因为人多，又快速的想赶紧下山，这几乎就是一种流水线式的旅游。我对这种旅游方式其实是很不认同。很明显，游客就是韭菜，就是在帮助景区盈利的韭菜。我在这里说一下，我的观众里可能有人没有去过国外的景点，我再拿我去过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体验来说明一下。游客进入景区一般都是自驾，因为景区过大，景点也很多，徒步显然是不可能，人家都是按车为单位来卖票。以美国人的收入，我去的时候不到300元的门票，实属到了美国就是国家福利了。等于说，如果你带了一家4口人，人均的票价才70多块钱，而且一张票有7天的使用期，进出都可以。在里面，你不但能自由选择景点，还有指定的露营地可以免费的享受水电厕所。我先不去聊酋长岩和红云金顶哪个更好看，那就是个人审美的问题。单看我说的这些，优胜美地就吊打梵净山。你要带一家人去梵净山玩1天，我估计都要接近1000块钱的门票。或许不是吊打梵净山，而是吊打我们绝大多数地方的自然景点。说句不怕得罪人的话，如果不是我做这个频道，很多地方我尽量自己走一遍，我大概率是不会去中国很多的收费景点的。而这些景点什么时候能真的以人为本的时候，那才是我能给这里打高分的前提。